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属相之间呢这个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觉真、坤提，你们觉得相信这个概念吗？相信。就是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你觉得那个，比如说属什么什么的，和你之间就觉得配合度不够？会有。或者是有没有感觉到说某个属相就和你比较亲切？也会有，应该也是有吧。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朋友就是很容易相处哈。对，然后后来一问，真的是那个属相就跟我这个属相就相合。对，是。就觉得好像其中应该有个秘密哈，有道理的，只是说一般人解释不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下哈。这个属相之间呢他们确实有着一些比较亲切，或者比较排斥，或者是比较有伤害感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好啊。那这个道理我也大概有个研究，就是经过中国人所认为的叫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就是金木水火土之间。金木水火土。经过这样一种推理这个有了相生相克，你就容易理解属相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好的。当然像研究这种东西的话，从西方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就咱们今天说的呢，算是中国的哲学概念当中，经过这个五行之间相生相克而推演出来的一些配合好或者相冲相克的这样的关系。好。大家了解一点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个找对象、结婚还有生孩子，在哪年生？对，很重要，有计划性。包括还有雇佣人对。其实和你之间如果有一些比较顺当搭配的关系呢，可能更和谐一些。对，是工作的更顺利。合伙创业的话更关键了。你看有的些夫妻就打得死去活来是吧？是这样。我小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夫妻俩天天打，天天打也散不了，就天天打，总听着他们吵架，是真打一辈子。是。对，所以我想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相冲相害之间的关系。对，就是这样。对，那师父，我们先讲这个合的吧，就谁跟谁相合呢？咱们介绍一下。想知道。是，好的。那我先讲一个这个三合的关系三合就是三个属相。每三个属相就有一个相合的好的。先讲一个这个属什么的？属鼠的。属鼠的。属鼠的话呢，就是属鼠的跟属猴跟属龙的。属猴属龙对，属鼠、属猴、属龙这三个就比较合。我看这图上，这好像就是一个三角形。对，师父这就是咱们这个圆圈大家看这个圆圈就是咱们12属相。是。12属相之中呢，就有一个规则，这大家也不妨记一下这个规则就是每隔4个属相，这样画，画一条线把它连起来最后等于画了一个三角形。每4个3、4、1、12嘛对，就变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关系。这3个就比较合。你不管你属什么，你比如说你属狗的，你是对应你找那个属狗的，看到了是吧？属狗的、属狗的、属虎的、属虎的、属马的，这3个就比较合。比如你属蛇吧，属蛇的和这个属鸡的、属牛的比较合，比较合。还有这个属猪的呢，就和属兔的、属羊的比较合。那么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都是隔着4个。所以他们都是差4岁。对，都是差4岁。差4岁的很合对，如果这个你找对象的话比如说男的大4岁，你这个就可能比较相处得很舒服。所以师父是说的是这个3个中间的任何2个也是相合的，对吧？是。所以找对象的话，不管往上边找大4岁的，或者找小4岁的，都行。比如说你的组合关系比如说你结了婚，
你这个有三合关系哈。哎，你这个属狗的吧？属狗的，哎，你找你那个三合是什么？找那个属马的。哎，对，属狗的看看哈。属马的和找属马的，再生个属虎的。对。对，就是这样的。你再生一个，来补上这个三合。这一家可是，如果有计划的话或者有巧合的话，真是这一家人就配合度也比较高，最佳搭档。对，那懂了。这样大家也知道了哈。对，所以呢，不怕记不住哈，你回头多看2遍，然后做笔记。这个规律已经找到了，就好算了。对，我把这个图贴在这儿呢，你抽空拿手机照下来，就记住了。你再遇到这个事儿，打开手机一看照片，就知道了哈，谁和谁合。哎，这三合，对这个关系哈。那师傅还有听说，就老人经常说，就是婚配的结婚的时候哈，有那个属相一对儿一对儿很相合的。对，这个大家讲一个哈，这个非常容易匹配婚姻的就是6对儿，6对属相。好，那我们听一听。我们内部称为叫6合哈。好。先是从这个属吧，好，就是我们在画这个12属相，这个从子鼠丑牛这样一个排列下来之后哈，哎，在这个圆圈的属相之中呢，哎，它就2个横着的结合，比如说鼠和牛，猪和虎，哎，狗和兔，就大概这样一个画横线的关系哈。对，鼠牛，虎和猪。兔与狗，龙和鸡，蛇和猴，马和羊，哎，大家呢到时候也掏手机把它照下来哈，到时候你记不住没关系，打开手机一看，原来这6对儿哈属相，其实是最适合于结婚的。哎，师傅是不是不光是结婚？如果说一起合作呀，朋友啊，都适合，对吧？你一起干事儿也容易就是能够说得来、聊得来、合得来，志趣相投。对，还有一些叫做志趣相投说不来，还有这样的。也是，比如说我们同样在这个公司都喜欢这个公司的事业，对吧？对。比如说都属于董事、股东之类的，可是就是不能在一起说话，一说话就打架，对吧？真是，哎，就是他们这个属相之中哈，会有一些犯冲，但是确实也算志趣相投。对，所以你差一点也不行。但是前头这6对属相呢，就容易合在一起。哎，是吧？这个鼠一见了牛就那么开心哈，哎，就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融洽。对，哎，我觉得网友问题就来了，哎呀，我结婚对象不属于这个呀。超出3界外了，根本就不在这个范围里头。是啊，不知谁和谁结的婚那咱先听一听的，这个结婚这6对特别好的，是不是还有相反6对不好的呀？没错呀，只要有特别合的，就有看着不顺眼的，是吧？是，所以我也有不是这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属相，就那个长相眼神都看着你心里不舒服。真有这样子的哈。像你们俩呢，看着挺舒服的。感恩师傅。对，也是一种缘分哈。缘分。好，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哈。说那个不合的吧。对，比如说，属6害的哈，就比较犯冲的哈。对。鼠和羊。鼠和羊，它也是在画这个12生肖当中哈，也有一个规律。鼠和羊，牛和马，虎与蛇，兔和龙，狗和鸡，猴和猪。哎，也是，它是一个相冲的关系。哎，这个就有点麻烦哈。对。那这样的属相的人，要是结婚了怎么办？怎么样啊？会有点难办就是容易呀。俗话讲叫磕磕绊绊。哎，这个因为经常是争吵不休。是这是轻的。这我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比如说你就是命相合，大家在一起哈，因为出身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哈，就算说得来的话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磕磕绊绊的东西。就是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命相相冲、相克相刑的话呢，有时候它这个伤害是巨大的。
哦，是哦，就超越了这种吵个嘴呀、拌个嘴之类的。不高兴啊，生气呀，对，不光是这些了对，哈。严重的就麻烦了。严重到了就是有些就是俩人不能结婚，比如一结婚没多久有一个人就没了。天哪，生命危险的，是最严重的呀。哦，那有人问是怎么没的？也许心脏病发作死，也许撞车死。哦，就是这样。表现形式不一样。这是最严重的哈。那么再轻一点的话，就得了重病啊。哦，那也不好惹呀。对呀。多难过呀。对，有很多时候你是看不见的这种能量。你可以说叫天体形象之间的一种冲撞。这个不容易避免。对。所以的话，这个6对儿，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口诀呢？我们能好好在民间呢，在民间有很多啊，就是你比如中国那么大哈，对，在各个地区啊，其实大家都总结了一些这种像老太太、老奶奶之间总结的这个属相之间这种关系哈，就有很多这样的，我们称为叫歌子啊，就唱歌的歌词，这样就顺口溜容易记你比如说这个有相生相害的吧，哈，这样的属相呢，就有了。比如说白马犯青牛，这个白马青牛就不能在一块儿，对吧？羊属一旦休，羊属一旦休，属羊的和属鼠的啊，这个蛇虎如刀错。这够难受的，这都是不行的哈。对，被记住哈，你就说你理解不了没关系，这都是相冲相害的关系哈。龙兔泪交流，你听着就不能结婚，流泪了就。是啊，就哭啊，太悲催了。对呀，你结婚是喜事啊，那个泪交流，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就是灾难嘛哈。对，这个金鸡怕玉犬，就鸡怕狗鸡遇上狗麻烦。这个猪猴不到头，天哪！猪和猴子，那个不知道能不能长相伴哈？对，就可能有点麻烦。对呀，我们都希望白头偕老，谁都不希望不到头啊。哎呀，是啊，你说要不然多可惜呀！有很多，比如说你不管多大岁数，你说从年轻，比如说30岁以前，比如说有一个去世了，双方有一个那30-40岁中间中年的时候。这个伴侣去世了，哪怕过了50岁，到60岁之间去世也非常可惜。可惜，就像一个老人在那孤苦伶仃的哈，哎呀，真的，虽然在一起的时候是吵吵闹闹，真是要真走了一个之后哈，那很多就是孤独寂寞而死啊，真的，非常的痛苦。是，哎呀，这个就是说婚配上这6对儿可是要注意了哈。对，所以这个相冲相克的这个有挺麻烦的哈。对，相冲相克是不是有个规则哈？这个年龄相合的是差4岁，对，相冲的呢，相合的那个差4岁，对，特别相合的哈，差4岁。对，那么相冲的差6岁。还有一种冲是差6岁的，对，差6岁，差6岁。对。这个又是6对儿哈，差6岁的6冲哈，对，鼠和马，牛和羊，虎和猴，兔和鸡，龙和狗，蛇和猪，这是6冲。他们属于对角线关系。这个冲呢是冲击，冲击的话也是，就是刚才像师傅说的，对健康带来伤害，然后运气也不好，是吧？都是这种损害，对，还吵架啥的，看不顺眼，都是这个问题。那在规则上来说哈，就是这个12属相画一个圆圈，对，它一共12个嘛哈，就是等于6对儿，对，它正对着那个对方画一条直线，你比如说龙和狗蛇和猪，这它的正对门那个。对，就是冲，对，这个冲和害和刑还不太一样哈，它就能量之间相互排斥，就是这样不合作，对，它不是人与人之间故意不合作，是两股能量不合作，就像风水学上来说的话，通常不要选择门对门，比如咱们买房子哈，你看正好对门和你家
那么死死直直的正对着哈，就有很多风水大师就有点忌讳，那就得说，如果有选择，尽量别买这一家。对啊，如果真买了之后呢，要想方设法处理，化解一下，要化解一下啊。所以你经常在某些地方，我们华人住的地方啊，经常你看着挂一个八卦。在门口上八卦镜啊，通常就是化煞的尤其对方那个门正好对着他家的门，就特别忌讳，就怕门对门哈。对，所以这个属相之间呢哈，当画成个圆圈，按照那个排列哈，子午之间这个排列的话，正对门的那个就是你的对头对冲啊，所以成为叫六冲啊。好了，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哈。知道了，从这个原理上理解了。对。但师傅还有一些就是成语或者说老话说的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还真是相冲相合的哈，这些都是在民间大家总结了，总结出来的。今天咱们大家也读几句哈，好啊，这样的一个对冲的一些相克的关系哈。对对对，比如说是一床不睡二龙。一床不睡二龙，比如说两个属龙的，你结了婚能不睡一个床吗？对呀，是不是啊？有点麻烦，这个属相太大啊，就龙别找龙。对，但是这个呢，它是在这个五行相生相克之间可能没有表现哈。咱们现在说是民间总结的，民间总结的一些叫做规律还有一山不容二虎，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对，老这么说。那你说你们家也不是山呐？他是举这个例子，就是两个老虎结婚也不太容易，这个日子不容易过。也是挺大的属相，是吧？对，可能这个能量都贼强，很强，是吧？是。这俩虎的话，其实它是越大的属相哈，它的独霸性就越强。对，那鼠呢，人家是就一窝在一起。这老虎的话，它不是到婚配时期的话，它就一个人待着。对，就我的地盘哈。它老虎哈，包括狼、狮子之类的哈，还有豹子，它很奇怪，就是它用它的方法，比如说排尿的方法哈，它到处像狗一样，到处都能呲点尿出来。它画了它那个，比如说10公里，比如说这个时候有狼、食草动物进来没事儿，成为它的食物，对不对？成为它的粮食。但是食肉动物进来，比如说狼，走进它的地盘了，但是狼走进地盘的时候，狼也闻得出来。这是狮子大哥的地盘。我专门去研究过，那个狼的爪子哈，当踏进他撒过尿的这个地盘这个圈的时候啊，就像踩到地雷一样。他就是狮子大哥准知道，他只要一踩进，狮子就这个通灵哈，就知道谁这么胆大哈？太岁爷头上动土，你不想活了，狮子就知道了。所以这个狼走进他的地盘是提心吊胆的。对，因为弄不好就一口咬死，咬断他的脖子就会。是，好玩吧哈？对，对，所以有很多相生相克的关系哈，民间很多老人家总结了。对呀，对，就像一山不容二虎。对呀，还有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对对对对，这个二龙不能睡一床的概念啊，一个道理。这记住了。对，那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这个犯相的哈。对，犯相之中还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说法吗？对，师傅，就是我们也还是在网上有的时候看到哈，就是流传的一些犯小相的一些鸽子啥叫犯小相？就没有那么冲，是吧？对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这是小犯相。对对对，小犯相，有点小小相，还没听懂。有点小冲对对对，小冲的。对他这个就有看有说兔子老鼠不为婚。对，属兔的和属鼠的。OK，兔子老鼠不为婚对，虎逢丑牛是断亲。和牛也不能到一块儿。对对对，觉真来一句。还有蛇狗相逢难成就。对，乌猪又怕跳龙门。那肯定。猪跟龙又不行哈。猪和龙又不行了。对，还有午马不喜耕鸡叫。对，马和鸡。未羊不可与猴亲。对，你看这个羊和猴说这几个哈都是说的不利于结婚的属相。对，还挺多嘞。
挺多呀。真是这禁忌还不少哦。对呀，爱情来了，谁管你属什么呢？等了解了之后，到了要结婚的时候了。但是以后会后悔。但是谁舍得放下结婚的时候？那倒是，对不对？说老大不容易的，不管是不是容易找到对象，关键两个人培养了感情了。因为要到结婚的时候，老妈说你们俩有点犯相，不能结婚。大家宁可出走，是吧？对，是宁可离家出走，也得把婚结了再说。对，就是说以后离不离婚是以后的事儿。对，那时候绝对是情感战胜理智。没错，没错。哎，对，说特别能配合的相吧。这早点咱没复习过，不知道啊。对，是吧？遇上一个犯相的，还爱得死去活来，这命中注定啊，有此一劫啊。真是啊！所以今天这直播适合年轻人哈，适合单身的，赶紧竖着的听啊。对对对，是为了以后婚姻幸福。师傅前面讲的有点记不太住哈，还得复习啊。要不咱们一个一个属相的再给大家介绍介绍。比如属鼠的也行啊，好，属鼠的、属牛的，分别的怎么着的？好，这个属鼠的哈，能够相合的相呢，就是牛、龙、猴，记住哈，能够相合的哈，和属鼠的哈，牛、龙、猴，和属不合的有兔、马、羊、鸡。兔马羊鸡是吧？4个啊，4个。你看，有的仇人多，有的仇人少哈。好，属鼠的朋友们要那个咔嚓一下哈，记要照个照片。这个民俗当中啊，为此呢还有一些编的这些鸽子也有啊，也有咱们读几句哈。好的，哎，这种鸽子容易记一些哈。比如说黑鼠黄牛前世修啊，这个修来的。修来的缘分的意思哈，那肯定合呀，对，这是相合的哈。鼠配金龙两相投，哎，鼠和龙情投意合呀，哎，鼠和龙相投啊，就比较好了。这个白猴若遇鼠相见，猴啊，这个福寿康宁自不愁啊，那太好了。哎，对对对。你看，记住了哈，记住了，记不住没关系，多看2遍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哈。对对对，大概记住了哈。那接下来呢，再讲讲鸽子之中哈，有点相反相冲的哈。哎，对，阳鼠相交一旦休。一旦休是就是一天就不行了是吗？一旦通常是指很短的啊，对对，比较短期啊，就没了。这个休是指停止的意思。对对对，对，阳鼠相交一旦休，鼠鸡相见人不留。人不留啊，人不留，这俩得少一个呀。这俩人一起结婚，你说不留人是咋了？少一个真惨。是弄跑了一个，或弄没了一个，是吧？哎，对。这个鼠遇红马他乡去，这也走了，就把一个人克跑了，把一个人克跑了，就是鼠遇红马他乡去，遇兔见鼠也是愁。哎呦，兔子见了老鼠哈，哎呀，也是非常忧郁，相互的可能。哎，对对对，就不知道谁哈，对对对，忧郁了。好，那咱们再讲讲属牛的哈。好啊，哎，属牛的网友们啊，看咱们这有没有属牛的哈？哎，和你相合的呢，就是属蛇鸡，3个，属蛇鸡。和你不合的呢，是龙马羊狗，4个。龙马羊狗不合啊。民俗的鸽子呢是黄牛黑鼠正相合，这是好的哈。好的。金鸡见牛福气多，这个好，这更好了哈。这个红蛇金牛常相伴，好的不得了，幸福相配乐悠悠。呵，这个好。哎，你看这不错吧哈？对。你找对象就往那上头找啊。哎，那不好的呢？这相冲的哈。自古青牛不见马，牛不能见马哈。对，还老羊配牛多争斗。羊配牛不行，羊配牛就不行。小狗遇牛难搭档，狗和牛也不好。小狗遇牛难搭档，狗和牛啊不行。牛遇辰龙也是休，牛和龙也不行。这4个不好的，你看看这4个不好的哈，通常就是平衡的哈，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
对，如果你有4个朋友，就有4个仇家。哎，那还12属相，剩下还有四个左右呢哈。那个是中间打酱油的哈，就是就还行呗。和你就是可以发展成朋友关系，也可以变成敌人关系，对吧？就是这样。好的，中间群众。中间群众，对，吃瓜群众，吃瓜群众，看戏的，对。好，再说一下属虎的哈，相合的也是3个，马狗猪，马狗猪相合哈，交朋友找对象就找这样的。那不合的呢，就蛇猴猪，蛇猴猪，这个民俗当中哈，就这个鸽子就来了哈，民俗当中还有不合的哈，这个虎、龙、鼠、牛。对呀，虎咱刚才说了嘛，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哈。龙的话就是龙虎斗嘛，有句话叫，反正2个虎不能在一块儿，对，龙和虎也不能在一块儿，就容易有争议。对，所以龙虎相争必有一伤，什么青龙克白虎，反正这2个是不合，容易不合。对，还有呢，这个虎鼠不结亲，虎和老鼠。这个让我想到哈，老虎和猫之间是不是很像吧？哈，是猫科的。猫和老鼠呢，那是仇家是吧？对，怪不得呢。但这个不是五行哈，这是在生物学上。是，我们这他俩是有点天敌的感觉。民间经验就是。对，民间经验。就是这样哈。这个虎逢丑牛是断亲。这个老虎遇上牛，有点麻烦。是。对。我们这网友有一个就留言哈，师傅，他说我们一个同事2个人都是属虎的，生了个孩子又是属虎的，3个老虎生活在一个屋子里，结果这个男士得了很难治疗的病，折腾几年之后就离开了。这3只虎这就是给冲走了走到哪里去呢？也是一去不回头啊。所以这个3虎在一块儿，那绝对不行哈，会通常要调剂一下的。对，所以要懂得一点之后啊，其实我们去寻找解决之道，是吧？你说不是有的是愣把一个人克死，这种确实不少见的。对，还有这个克病了的是吧？对，太多了。咱们再接着聊哈。好，网友有问题你就往上写哈。对，属兔的哈，这是属兔的。羊、狗、猪。是朋友，相合的。好，那不合的呢？属鼠的龙、马、鸡。好，这4个不合的哈。这个民间流传哈，这些鸽子就是青兔黄狗古来有，万贯家财是北斗。这挺好，这就是大富大贵。兔和狗是真的是挺好。这个兔和狗哈，还有兔子见龙不长久，兔子见龙就不行了兔子见龙不长久。龙兔泪交流。是。这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不太好，2个在一起。这个兔子老鼠不为婚。兔子和老鼠呢，也非常不适合于结婚。那结了的，咱们想办法再处理吧。对，去看，万一人家是，就挺好的呢。这也咱们就恭喜哈。对。咱们网友说，我们家2个虎，然后生了一个龙女。龙女。结果呢，这3个呢，就是在3个地儿待着。对。对。这样也挺好。这说不定是解法了呀。这一家人。这镇守不同的山头，都找一个山头待着的属地。对，都有自己属地啊。对，要不然的话就会掐架。是。好，挺多网友都有点担心哈，这夫妇有点不和的怎么办？慢慢听啊，慢慢听。对，对。接下来是到属龙的了吧？到属龙的了。属龙的也是有几个合的哈。对，看一下。属龙的是猴、鼠、鸡是跟属龙的相合的。对，猴、鼠、鸡与龙相合是朋友啊。对，
和它不太对付的呢，不合的哈，就牛、兔、龙、狗，牛、兔、龙、狗是不合的哈，看民间怎么说哈，就民间还有虎嘛，一山不容二虎嘛，还有猪有句话叫将猪不敢跳龙门，这个猪跟这个龙也是不合的，说龙的哈，对，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大属相的这个相克的多一些，就相互之间哈，对。好，咱们这个坤题民间的鸽子说这个属龙的哈，那些不合的，再来复习一下哈。对，就是有龙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对吧？所以属龙的民间和虎是不合的啊。还有呢，就是将猪不敢跳龙门，就属龙的和属猪的，从民间来讲也是不合的。对，青龙白虎互相克哈，对，这都不太好哈。是，对。好，那咱们就到属蛇了哈。好，属蛇的，看看相合的。属蛇的相合有牛、鸡、猴。牛、鸡、猴是朋友哈。那个不太合的呢，和这个虎、猪、猴。相合和不合，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属相哈，和属猴的，这是一个特别现象哈。对，就是又相合又相克。对，确实是有这种事情。对，那这属蛇的在民间民俗中还有一个和它不合的属相，师傅就是属狗。说蛇狗相逢难成就。可能在一起做同事也不一定特别的搭档。对。我们简单说一下，它那个你像属猴的哈，这个和属蛇的，既能合又不合哈。其实有很多人或者很多物质也是这种关系。我举例子不太恰当哈。我现在想到你在吃面条的时候放辣椒，辣椒能和你合吗？但是你想吃辣椒的时候，它和你合的，对不对？是。但有的时候你的体质呢，吃了就不舒服，对，还经常被呛得直咳嗽。不小心多放一点，对，或者你稍微有感冒症状的时候，有一点辣椒油哈，让你就特别容易咳嗽。对。所以有很多的事物或者很多的人是这样，他呢也能给你帮上忙。也能让你觉得有正面的感觉，有帮助，但是也有和你相冲相犯，让你难受的那个时候。就举这个例子，有相合有相冲，都在一个人身上。这个在过日子当中，好像人人都是如此啊。是，对吧？你很多人打架吧，你说要离婚的时候舍不得，对，因为想起他有那么多好来，是吧？其实人和人在一起，多数是这样。但是真过不到一起的时候呢，是他的这个。不合的那个，他的伤害感就太强了，对吧？但是也有人确实，他也对我也有伤害，但是确实对我也有恩情，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师傅，咱们网友这个非常积极的在留言哈，就是记得我们以前疫情的时候讲过一个白头盔的故事嘛哈，对，我们还想知道他的这个生肖背景哈，正好这个网友就留言了，他是这个女的是属龙，白头盔是老公嘛，老公是属兔，你看这个龙跟兔，龙兔，对，类交流啊，对，结果你看这个属兔的这个白头盔就车祸去世了嘛，对，龙和兔它就是两个属相，就是犯冲的哈。对。那白头盔的故事，可能网友咱们刚刚讲了哈。对。这个六合的相反就是六害的关系哈。对。就是龙和兔啊。是。就是正在这个相冲相反。相害的，是。你看那个就走了。对。是。他们还年轻啊。年轻啊。 30来岁。对，年轻，而且还没有孩子呢。对。对，所以你看，你这个就觉得挺奇怪的哈，挺神奇，这个规律很有意思，挺神奇。对，你看这个网友留言，他没有那么那个，他就说，
弟子有2个妹妹，一个属马，一个属牛，俩人总是掐架，性格不合。对，我心里都很心疼这2个人，但是呢，没办法，他俩就谁看谁不顺眼都。命相如此。对对对对，长大了还是分开好。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吧。对，挺多分享的。好，接着到属蛇的讲完了哈。属马的了。该属马的了哈。对，看看相合的。相合的朋友呢，有虎、羊、狗啊。这都是你朋友哈。好朋友。那不合的呢，有鼠、牛、兔、马。对，属牛、兔、马，这个是不合的哈，不利交朋友的哈。对。民俗上还有一个，好像还多一个不合的属相，好像师傅是属鸡嘛？对，说午马不喜耕鸡叫。对，午马不喜耕鸡叫。金鸡不到马群跑。反正他俩到不了一块儿。对，反正互相不喜欢。对对对，鸡和马哈。对，鸡和马哈。对，这个结了婚的话也不容易，这日子过的是啊。是不容易。好。接下来属羊的。该属羊了哈。好，属羊的。与他相合的。属羊的相合的朋友。有兔、马、猪。不合的有鼠、牛、狗。属牛狗。对，民俗上。民俗上还有一些说法哈，好像还有这个2只羊哭断肠。就是民俗上羊与羊也不合适，羊和羊不行。在属相上来说，觉真说。我有个问题啊，那要家里3只羊呢，他再生个羊宝宝，那是不是叫3羊开泰就能化解不？我是希望，那我研究一下再说哈。但是2个羊确实不行。羊顶羊，属羊这个属性呢，在命相之中有点艰难的哈，不容易哈，不容易。因为古人说10羊9不全哈，不全是不完善，就是要么克上，要么克下，有时候有这个说法。当然我们希望每个属相都是吉祥的哈。对，但是民间这个说法呢，它不是个诅咒，它是个规律。经验是大家发现这个规律是这样，多数属羊的人。反正是，要么上头老人不全面，要么下面孩子不完善，就是容易出这个。对，就是这样哈。那么还有就是2只羊哭断肠。这个2只羊不利于结婚。对。那前2天有网友写信，就是他的孩子找个对象，他也属羊，是找的这媳妇儿属羊。说行不行？说哎呀，我都不敢回信了。这确实不行。对，还有这个未央不可与猴亲哈。就是羊不能和猴。也不太好。婚姻哈，不利于婚姻。羊与猴之间哈。这个大家知道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属猴的哈。猴子的朋友呢有鼠、龙、蛇。那么不合的呢有虎、猪、蛇。刚才一个猴哈，对，是做2面性的东西，矛盾的哈。这里有蛇遇上猴也这样。对，又相生又相克，他们2个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他俩之间就是这样缠不清的关系。对，对，那刚才师傅说羊的时候，说到羊和猴，也是不合的。对，羊和猴。对，所以这个。对，那民俗当中呢，就是未羊不可与猴亲的。对，刚才讲过哈。对，这个羊属羊，它和猴不太好不太合理哈。好，接下来这个属鸡的。好的。那他相合的朋友。牛、龙、蛇。那不合的呢有鼠、兔、鸡、狗。属兔、鸡、狗不太合哈。对。民俗当中认为不合的呢，马，还有个马。对，刚才有说过了。对，叫金鸡不到
马群跑，哎，就是所以这个鸡和马就不能合。对。好，哎呀，还真挺多呀！大家12个属相，听得很开心呢。12个属相，这个知识太重要了。对。好，再接下来讲一下狗。对，朋友呢就是虎、兔、马。它的不合的呢就是牛、龙、羊，鸡，还有鸡，对，4个。刚才民俗还有个蛇，对，民俗当中有个蛇，对，也是不太合的哈。这个叫蛇狗相逢难成就。蛇狗相逢难成就。好，最后一个是属猪的了。相合的呢就是虎、兔、羊。不合的呢，虎、蛇、猴，还有属猪、蛇、猴、猪啊，对，属猪的和自己也是不太相合的哈。对，在民俗上来说呢，就是说还有属龙的哈，不合。对，就是属龙的别找属龙的，属猪的别找属猪的。对，刚才那个什么猪来着？就说乌猪又怕跳龙门。对，江猪又怕跳，都一样。江猪又怕跳龙门，都是水，都是黑色的意思。猪和龙啊，是吧？对。哎呀，这12个属相，师父都跟大家分享了，和他们相生相克的，其他的属相。我觉得现在大家听我们讲了之后哈，大家心里头并不痛快。不是，他现在是非常那个交错的心情，对，悲喜交加，对，悲喜交加，对。所以有的呢和孩子之间，有点相冲哈，是，有的是夫妻之间相冲。对，那相合的就听了就很开心。对，相冲的马上都在问师傅怎么化解。对，是这样。对，里头有相冲相犯的，对，这个就麻烦。确实挺着急的，真是。挺有趣的。我们现在正在开青年营嘛，在马来西亚哈，师傅。对，青年营很多孩子的家长也来了上课，然后跟他们很多聊的时候，我们属相这么一对啊，很多都是家长把跟他犯冲的孩子都送来跟师傅学习。真的是，还有的是之前就送来过，说送来之后呢，孩子很转变了呀，从叛逆不听话哈，到最后有目标有理想，可开心了，这回又自己决定来。那其他的家长听了就说：“我的孩子这跟我真的是不对付，赶快送去给师傅教吧。”这个是化解第一大法，这个太好了。对。哎呀，这个师傅讲的这些。大家听了特别有兴趣哈，也是觉得都学了好多知识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也收到好多网友给那个来分享的他们家的那些故事，就是应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的啊，也跟我们的听众们来做一个分享。好，首先呢是来自美国的婉儿啊，他是讲他严厉的父亲。这个呢就应了什么呢？应了这个金鸡遇犬遇狗泪交流啊，就是家里有爸爸呢是属狗的，妈妈是属鸡的啊。听一听这个老夫妻的故事。从我有记忆开始，父母的争吵就是家里的常态，每天都是吵闹声，有时甚至会动手。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40多年。爸爸是一家之主，靠做生意养家。他的个性也非常大男子主义，他对家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经常因为没能满足他的期望而受到责骂。有一次过年，全家吃团圆饭，爸爸要求吉时已到，全家人都要坐在一起才能开饭。可是妈妈忙着做团圆饭呢，根本脱不开身，就说大家先吃，做好了我马上就过来。因为这个事情，爸爸就大发雷霆，甚至气得摔了碗碟。还有一次呢，奶奶生病，爸爸就带着妈妈去看望奶奶。当时已经很晚了，妈妈忙了一天还没吃晚餐，就说我吃口饭马上就去。这又让爸爸生气了，他就责骂妈妈不孝顺，而且骂了很久。爸爸经常是有事没事就怪罪妈妈，说孩子的衣服没有收好也怪妈妈，晚上回家饭端上来的不及时也怪妈妈。
爸爸骂妈妈的时候，出言很伤人，经常口不择言，甚至连关心妈妈也是用责骂的方式，比如责怪妈妈为什么每天这么晚睡觉。尽管爸爸的脾气时常让家中气氛紧张，但他无疑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我们，可以说他是那种外表严厉、内心柔软的人，有着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但他发怒时并不顾及场合，有时即使在外面，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他也会当众斥责我们，不顾我们的尊严和感受。妈妈一直都很忍让，从30多岁开始就身体不好，先是甲状腺肿大，然后45岁呢又查出了乳腺癌，过了2年又复发了，到了50岁呢还得了脑瘤。妈妈后来回忆说，这些疾病都是因为长期吵架不能释怀得来的，因为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妈妈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很心疼她，每次看到爸爸骂妈妈，我就忍不住和爸爸吵起来。有一段时间，我和爸爸之间的争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后来，当我跟着师父开始修行了以后，我的心态有了改变，就不太跟爸爸直接冲突了。爸爸虽然对家人很严厉，可是对外人非常的和善。他去外边，比如银行啊办事儿，走的时候都会说一句：“祝你生意兴隆，祝你好运。”路过看门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他也都会说一句：“祝你一生好运。”爸爸年轻贫困的时候，他的朋友往生没钱买棺材，爸爸主动出钱帮忙安葬了这位朋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找了个很投缘的干儿子，时常和干儿子一起出去旅游，我们也很宽慰，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无法令爸爸满意，干儿子能陪伴着爸爸，让爸爸开心，也挺好的。爸爸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有一次因为没有交学费，被老师骂得很凶。到现在，爸爸都会经常做噩梦，梦到小时候没交学费被老师骂。现在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爸爸也不像之前那么的责骂妈妈了。祈请师父加持护佑我的父母能安享晚年，宁静祥和，感恩师父。听一听这个，就一个属鸡的，一个属狗的，对，老两口。对，爸爸属狗的，真的是。他俩冲不冲啊？哈。哎呀，冲吧。冲，对，是这种关系的。对。关键大家听懂了吗？他这个。就是爸爸两个人打到什么程度啊？一辈子就是责骂口不择言，说话非常的扎人心，骂妈妈啊。对，然后不分场合，家里外面都是这样的。对，就是很严厉的一位老公和和爸爸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吧，哈。但是妈妈呢是很隐忍很隐忍。可是这个隐忍呢，就给自己的健康带来很大的问题。30多岁就甲状腺肿大，就是气的嘛，我们说对呀，对，气的真的。然后45岁又是那个乳腺癌，也是气的，憋在心里的火哈。乳癌还在5年内又复发了一次，然后50岁呢还得了脑瘤。妈妈自己都说这些病都是气的，对，发泄不出来。你看。对，是。虽然现在老两口都还健在，都还不错哈，但是这一辈子过得也是有点不容易的，对，过得有点艰难。就是两人不能回家和见面，是一见面就要回到了是白天忙一天，晚上到战场，是吧？回家就打，都不留情面的。对。所以他这些气的这些病哈，随时都要了命。对呀，幸亏这个医疗条件好哈，对呀，没给死了，真的，真是要命。但是这个爸爸呢，他其实呢心地还是善良的，还是很仗义的在外面对别人也非常的友好非常和善，而且也仗义疏财，就是也是帮人家去做事了哈，就是这样，对，都能够帮人家去安葬啊那些的哈，还是挺讲义气的一个人。妈妈家庭主妇在家里嘛，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挣钱养家，怎么好像每次回到家看到妈妈就是想要骂几句的那种感觉哈，大事小事都得要责备一下
所以师傅，我有个问题，听完这个故事，就感觉其实这样的男人挺多的，尤其越传统的文化中哈越多。对，在外面嘛是顶梁柱哈，回到家呢就是气冲斗牛，就是脾气特别大啊。这个就是他的修养问题嘛，就是如果说你说这是为什么这样是吧？对，我就是说，就是他可能他个性或者他的修养就是这个样子哈，这个爸爸哈，如果说妈妈不是那个跟他相冲的属相，如果是一个不相干或者乃至于相合的属相的话，但爸爸还是这种脾气，那你说那个妈妈还会像这样得病一身的病，然后就是挺憋屈的这样活着吗？但是我认为哈，它不分性别哈，不分男人女人。那你说你不管你是不是在干活和挣钱，咱们一见面我就挨骂，那谁心里舒服呢？没人舒服，谁都不舒服。对，不管你们俩命克不克，冲不冲，对，是吧？谁都不舒服。对，就是只是因为差一个人，就可能改变了这种感觉。比如说相合的人吧，他老爸看着他的时候，就觉得他骂他的时候，他给他弄鬼脸笑一下，或者上去亲一口，他觉得就骂不起来了。就是他其实每个人应对这种负面的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争吵烦恼的时候这个就还是讲究情商，对，情商还有心胸，灵活度。但有的人他就是灵活，就算是命有点冲的话，他是灵活能化解了。对。那再就是这位，回家就骂这个太太的这位丈夫哈，是，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哈，那其实一个人在外面闯事业啊，和普通打工还不一样。比如你想你去打工的话，我想在职场上也不容易，对不对？对。首先一个同事之间的竞争，对，还有上下级关系的融合，是吧？还有精通于业务，是吧？还有这个什么早睡晚起哈，对，也都不容易吧？不容易。但是去作为自己经营的话，不管你这个老板是大是小，和打工族比的话，那个不容易到什么程度呢？一般至少一个天罡数，就36倍以上的压力。是，天哪，压力是巨大的。对，那么他在外面去应付这些差事，是求人和员工发怒，是吧？或者是你想我给你发的工资，你骗我，你干的活是骗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个月工资也白发了，可是东西全做坏了。那个气往给谁发？是。所以回了家呢，就容易找老婆孩子发。为什么找他们发呢？没事啊，因为这是我自家人。对，我自家人。其实他内在潜在的东西就是说，我这个窝囊气不给你们发，给谁发呀？对，能把我憋疯了也不然。我发给你们，还是因为当成咱们是一家人的。通常呢，通常很多男人是这样，等发完火之后痛快了，立刻从怒目而视到面带笑容，就像那个轮胎撒了气儿一样。等撒了气儿，那个膨胀感就没有了，什么气都没了，就软和了，就说明他在外面受了气了，心里不舒服。他觉得都是自家人，我发火又怎么了？是这不是应当吗？但自家人确实受到了伤害，对吧？我发了火之后，你还跟我吵，你不知道我很痛苦吗？对对对，有时候这么理解。是。但是不管你在外面有受多少罪，但是在家里人没见你在那受那个气啊，对呀，你回来你现身骂我了，我就不开心，对呀，对吧？对，就是这样子。是，所以呢，也还是一个修养，你只能说是修养。所以也有一些高手，这些高手我们在电影上看到过，是吧？在外面受了气，回来之后还面带笑容，哇，是吧？化解能力太强了。对，就好像到了不同的场所，他的心情立刻被这个场所所感染，哇，就那样了。刚才在外要打要杀，等回了屋之后，立刻掏出一朵玫瑰，开始表现爱情，这一般人做不到，对不对？只有007那种角色太牛了。那也偶尔做，能量太疯狂了。你说到了屋里和屋外头的凶险相比的时候，里面就是一个柔术大法，到了外面就是凶残无比。这种瞬间变化的情绪，一般人做不到。
对，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他把外面的情绪容易倒进屋里来嘛。对，这个是正常的。是。但是凡是做事业的人，没有一个好脾气的。好脾气的人做不成事业。是。如果你非得吹你爸能做事业，还有一点脾气都不发，那是高手中的高手。那比较罕见的也是。对，所以给做一个企业家的这个太太哈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对。你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企业家是女人的话，你做她的老公也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你肯定是变成一个受气虫、受气包，是吧？哎，那个太太生了气发了火，全揍你。不但骂你，还揍你呢。还专门为了揍你，弄了18套兵法，对不对？什么鞭子、锤子、棍子，哈。都是有可能的，孩子也不容易，这些兵法经常用到孩子身上。对，所以我说做事业的人哈，每人他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他有这个压力，自然就有情绪啊，是这样，对，是，但是他们这2个属相真的确实就是应验了这个鸡和狗啊。但是这个属相确实是有问题，哎，对，他结错婚了啊，结错。现在也还是，所以就祈请师傅加持嘛，2个人白头偕老，年纪也不不小了，都快80岁偕老了。对对，就是希望晚年能够宁静祥和一些。对，好吧，我们就祝福他们吧。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对，也到这个年底了哈，要不咱们送他个礼物，让他们一家哈。好的，哎，对，和和睦睦的，对，幸幸福福的。好，我先送他一个烧水壶哈，温暖的，对，让他温暖，得到温暖哈，全家幸福快乐哈。哎呀，而且壶嘛，壶就是和，就是和，对，是讲过的。咱们再送他一对吉祥老鼠哈，哎呀，有鼠哈，家里就有粮食啊哈，对，就是有财富的意思哈。哎呦，太好了啊！祝你们全家人新年幸福快乐哈。收到，感恩师傅。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志强啊，他要跟师傅分享他们家的故事。好，他叫机关枪妈妈，这个故事很有趣哈。他说：“师傅好，看了师傅的属相相生相克表，联想我的家人，我感慨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的缘分。我的爸爸是属鸡的啊，今年年初呢，爸爸90岁高龄往生了。那我的妈妈是属马的，今年81岁。小时候啊，爸爸真的很辛苦，要打好几份工来养家糊口，经常还得加夜班。那个时候我们几乎见不到他。等我长大到20多岁，爸爸终于可以不那么累了，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多了。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啊，爸爸妈妈老是吵架。妈妈很唠叨，常常发牢骚，发作起来啊就停不下来，可以一天不停地说，说的都是对方的不是，而且还经常一针见血，很扎心。因为妈妈天天吵，到了后来，不管妈妈说什么，爸爸也不照做了。因为爸爸觉得被妈妈说了一辈子，无论做什么，妈妈都会发牢骚的，就不理会妈妈的要求了。可是这样一来，妈妈更唠叨了。2个人呢，经常有一段时期啊，完全不理对方，水火不容。那我和爸爸是同一个属相，我也是属鸡的。我发现呀，我对妈妈的态度和爸爸对妈妈很类似。我很尊重妈妈，妈妈也爱我。可是每一次妈妈发起牢骚来，我就是没有耐心继续听，我总是想找机会逃走。可是我们家呢，不光妈妈属马，我的姐姐也属马。姐姐和妈妈一样的唠叨，特别爱发牢骚。那妈妈年纪大了呀，我每周都去看望她。如果碰到姐姐也在那里，我会觉得有被机关枪扫射的感觉。机关枪一直扫，从早到晚，真是吓死人。他们都不累，我快要疯掉了。成为一家人，相信妈妈是爱爸爸的，也疼爱我们的。姐姐对我也很疼爱，可是相处起来真的好难。祈请师父指导，我们这样的家庭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感恩师父。来自台湾的志强啊，这个就应了刚才说的那个
马跟鸡呀，哎，对呀，无马不喜耕鸡叫啊，对，金鸡不到马群跑，这金鸡不到马群跑，现在是鸡到马群里了，感觉。对对，这两个属相哈还是不太容易合的。对。金鸡不到马群跑嘛，他妈妈跟姐姐就是一唠叨一那个，他就想跑，对，想躲。妈是属马的是吧？对，妈妈和姐姐都是属马的，他和爸爸都是属鸡的。哦，哎，这他们家一对一对的马和鸡都凑到一块儿了。哦，俩马俩鸡。对，啊，那是可能有点喋喋不休哈。是。这主要是这个属马的特别能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对，关键这妈妈吧。他每次说吧，这个唠叨，他还不是唠叨，就是说，哎，多穿点衣服呀，什么这样子的。他总是说对方的不是啊，陈芝麻烂谷子记忆力特好。有些过去的事儿记得可清楚了啊，就现在有没有锁门都不知道啊。现在的事儿记不得，对啊，过去的阶段的事儿哈，历历在目。对啊，是吧？说你年轻的时候要跟我结婚了，还有个女相好的啊，是吧？几十年前的都叨了出来。你妈啊，我借200块钱都不给啊！你看现在住院找我们了啊，都是说这些挺容易让这个男生特别上火、尴尬的事儿。对，对，所以这样一直说，这谁也受不了啊！哈，对。但是这是女生的一个宣泄的特性吧？哈。宣泄是宣泄，可是也是对方受伤害呀，所以他这儿子都受不了，都要跑嘛，就这样。那老爸是没跑了啊，一辈子。对，这老爸还得坚守阵地哈，对，是宁死不屈。对，老爸也是长寿了，90岁往生也是长寿了。那老爸练出来了，对，耳朵磨起了茧子。对，但是就是家庭氛围不和睦嘛，要像他的这个比喻，就是像机关枪一样的，那谁受得了呀？那这老说是不是也散气啊，师傅？对，尤其是女人在家哈，一个是总是骂丈夫。还有呢，骂孩子，尤其是出恶言哈，口出恶言的话，我怕我说了得罪这些女士们哈。但是这个要提醒啊。但是呢，不提示的话呢，就是你败了家都不知道是你干的哈。还真是。还得接着在家里唠叨呢。普通唠叨没事儿，总是揭短伤人，骂人贬低，其实呢。是叫做克子，漏气，害夫，对丈夫、对孩子、对子女，没有一点好处，而且还散财。哎呦，这就算是比如说你老公很能干哈，就比如说一年挣了100万，但是呢，因为你这种行为，你就可能莫名其妙多花了50万，就你少存下钱了，知道吗？这唠叨的还不是最厉害的，唠叨一旦厉害，并且非常傲慢无礼哈，又不敬祖宗啊，不敬神佛的话呢，就是你挣一个花俩，最后呢，这一生哈挣多少钱糟光多少钱，对，就看着挣了不少钱，结果没有存款，或者是好不容易有点存款，还叫人给骗了，就是这样，就是你的财库大开呀，就是因为说的，对那个漏洞啊，你不往外喷的时候哈，喷的把你的福气能量全喷出来了。哎呦，所以张开的不光是嘴呀，还是财库大门呐。还有你别忘了你的接底呀，女人接老公的底，你别忘了在命相学之中，这老公是顶梁柱，这老公的底给接了，就等于你把自己家给抄了，不就是这样吗？太严重了，所以那个财就没了呀。甚至还特别尤其是让儿女哈不争气不成才。对，是因为你把这个福气给泄了。是，泄气变成丧气，真是就没了。这个我们要警醒啊！对，所以天天在家里骂人的这老太太啊，最后儿女都不争气。对，就是这个原因。哎，真是好可惜。就是让这个
让这个财神呐、福神呐都跑了，让这些善神都跑了，都骂跑了。说你成天在这喷像喷粪一样。对，完了之后，这些神灵就走了。谁待得住啊？家家都有一个福灵神哈。对对对，对吧？你成天你也唱喜歌没事儿，你是快乐的赞美的没事儿啊，对吧？你成天在那喷那喷，最后人家就离你而去，最后呢就叫丧德，最后呢叫丧气，丧财。我用的丧字儿这个丧呢就会永远失去的意思，对，就没了，所以这个大家哈，你说是你说别人，你痛快了，但是你不想要丈夫，不想要儿女了，一定不是的。你想把你钱财散光吗？不想，不想。就是你今天有的时候说啊，钱是什么鬼东西啊，有啥了不起之类的，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哈，一旦失去，方觉珍贵。等失去了之后没有了，才觉得哎呀，是原来老公这么重要，老婆这么重要，或者财富这么重要，对吧？一旦失去了之后，你后悔莫及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积点口德，嘴下留情，是吧？你要开口就念佛，对儿女多一份赞美，对老公呢多一份鼓励，是吧？那这老公累死都不嫌累啊对吧？你要骂他呢，一骂立刻就泄气了，把老公的气本身就泄了，他出去工作哪来的这种干劲儿啊？就没了。感恩师父的教导，提醒，对，好的，那我们这个志强师兄不容易啊，这家里有2个机关枪啊，咱们也给他个礼物来安抚他一下。好，好，哇，这是什么呀？来看一看，这师父的画作是，叫只心无意，这个能。师父跟我们讲讲他的，它带有一点灵性的哈，这个底下呢就是一个花瓶对，上头呢飘着很多叶子和吉祥的那种能量对，就希望呢你将一切快乐、财富、吉祥能聚集在你家，而里头满满的，好啊，说满满的盛不下，是在你屋里空中飘着，这种吉祥的能量在里头，它供奉者呢能够得到财富、智慧，还有做事的悟性和灵感，太好了，对，能广结善缘的人太好了，对，所以我这一幅画呢，就送给他是哪里的？台湾的志强好，祝你全家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只心无意这个话，这个特别贴切，我觉得对这个妈妈跟姐姐也是，就静心止语，多念佛吧。对，多念一声佛对，那富贵找上来了对，好的，感恩师父。好，接下来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雨辰，他的分享是他属马，先生也属马，我们看这个马相处的怎么样？师父好，我上大学的时候呢认识了先生，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被电到了，感觉这个人真不错。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很频繁地打电话跟我聊天，很积极地追我。2个月以后，我们正式进入了恋爱阶段。恋爱2-3个月之后呢，我就忍不住总是挑他的毛病，他做什么都不合我的心意，我就开始指责他，他也比较顺着我，我看他可怜，也舍不得跟他分手。恋爱1年后，我的妈妈就阻止我们在一起。妈妈说，2个属马的人在一起是相冲的。虽然听到生肖相冲有点怕，但我又实在舍不得。恋爱1年半呢，在2001年我们就注册结婚了。2年以后，当我们要举办婚礼的时候呢，男方家人都反对，他们说我脾气大，总是指责我先生，还看了我的面相呢，说我颧骨高，会克老公。我跟家人说，不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我们都注册2年了，现在又不让结婚，太不合适了。最后在我的强压之下，我们举行了婚礼。结婚后，我几乎是每天都会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怒视着他，跟他吵架，甚至有时气到用拳头揍他，还会拿家里的东西乱砸。他呢，依然是表面顺着我。
我觉得我对他是坦诚相待，但他总爱骗我，常常被我发现。比如他前女友给他的东西，原本他说要丢掉的，但过几天就被我发现了，是他把东西藏起来了。他每次撒谎都会被我发现，所以他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结婚3年后，我们俩就开始闹离婚。为了找借口分居，我到外地工作1年。刚好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了，不想让妈妈担心，最终还是忍住没有离婚。我又硬着头皮回到了婆家。回去之后呢，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忍不住要批评她和她的家人。不过呢，为了缓和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想要一个宝宝。在2007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原本以为有了孩子，一切都会变好，但是我一直脾气都很差，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和他吵架。到了2018年4月，我发现先生背叛了我，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了。我知道了之后，跟他大吵大闹，最后逼迫他跟恋人分手。他也解释说，这些年来实在受不了我的脾气，很怕跟我生活在一起，所以才找了其他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他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也不跟他一起出门，能躲就躲。到了2018年10月呢，我通过妈妈结缘了菩提禅修。开始的时候，常为先生点灯，也为他做功德。无论他遇到工作、事业、健康方方面面的问题，我都会为他点灯。当时我也没多想，只是单纯的为他好。2019年开始呢，我一直就听师父的开示，听了3年，直到2021年，我终于意识到我自己所有的苦，我先生所有的苦，还有先生对我不够坦诚，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根源在我这里，都是因为我脾气火爆又自我，做什么都要求对方听我的，才造成他对我不够坦诚。从那以后，每当我要开口骂他的时候，或者指责他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我有必要指责他吗？也会考虑怎么样说话才不会伤到他，容易让他接受。渐渐的，我也尽量不挑他的毛病，反而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俩都很少吵架了，家庭也变得和谐了。这2年来，我们又回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会同进同出，会一起出去旅行，过起了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其实对于生肖相冲相克这一说，我相信，但年轻的时候呢，我狂妄自大，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解决，结果现实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苦了自己20年。我最幸运的是遇到了师父，通过佛前点灯做功德，通过聆听师父的开示，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做了忏悔，改变了自己的坏脾气，改变了我原本痛苦的生命轨迹。真的很感恩师父，也想祈请师父加持我，让我们全家能够一直幸福和谐的生活。这是马跟马的一个恋爱婚姻的过程啊。对，我们之前师父刚才讲的马和马，他们就是相冲相克的关系。对，马马虎虎的婚姻啊。对，真是难相处啊，马马虎虎。是，但是师姐还挺自觉哈。她就经过修法之后呢，对，老公也跑了，就是开始醒悟了哈。是，对，老公跑了，他还挺厉害，又给人骂回来了，还给骂回来，骂回来了，对，他其实已经在离婚的边缘，没错，他结缘了菩提，也真的还是有福气的。结缘之后，跟师父学习，懂了道理，他是真正意识到之前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啊。然后开始懂得为老公做功德哈，为家人供灯啊。对，现在他们还是能够和平幸福的相处。是，就是这个除了命相哈，还是做人的一些经验哈，修养，修养。就是你这个找个男人或者找个老婆，不是用来去奴役他的，对哦，不是找了一个进行奴役的，像狗啊，一个什么玩具哈，对吧？你比如说她呢去了婆家，她连这个老公，和老公的家人都去指责，她都去指责人家，还挺厉害的哈，对不对？就是你凭什么呢？是，
对不对？太强势了。你就对同事来说的话，你也没有资格随意指责别人。就是，那你到了别人家去，到了公婆家去指责人家家人的话，那你是尊敬他家人吗？不是啊，都不懂得尊敬人家婆家人的话，你婚姻到这一步，这样都算是不错了。就是啊，我他觉得先生多有涵养啊。我觉得人家是比较有涵养，是不是啊？对，咱对人指责太多了。当然，师姐她也忏悔了哈。是。对，但是那个之前还是很不懂事啊。哎，没错，是的。所以变成是我的痛苦我创造了，是吧？哎，对不对？应了这句话，应了。对呀，对，所以那你这个除了属相之外，但你这些就是不管属啥，如果你这么做，你婚姻也幸福不了。对，就是。我只能赞叹哈，这个师姐的先生哈，真是个有涵养的人，好人一个，真有涵养，真的。对，像在这种痛苦的婚姻、强烈的、悲催的这种关系下，还能回来的话，已经真的很有涵养，真的，真是，对，极大的包容。师父，咱给他先生一个礼物吧。对，好，好人一生平安。对，好的。要祝福他们全家哈。是，好，给这位师姐的先生哈，给个紫水晶念珠哈，让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哈。感恩师父，也给师姐一个哈，好，鼓励师姐知错就改。光骂人也挺累的哈，知错就改。师姐还是个很勇敢的人哈，知错就改哈，有悟性。这我觉得这才叫修行哈。对，其实修的就是自己那份慈悲宽容哈。真是。好，祝你们俩都幸福吉祥哈。收到，感恩师父。好，师父，接下来来自美国的心仪哈，他分享虎猴相见，矛盾不断。他说我姐夫啊是属猴的，那姐姐呢属老虎，两个人正好差6岁，就是6冲啊。这样的相冲啊，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姐姐呢，她是挺好的人，她对老人呐很孝顺。那妈妈住得离姐姐近，所以全靠姐姐照顾。在老人院的姥姥也是姐姐去看，送吃送喝。姐姐对姐夫的家人也很好，婆婆去世前都是姐姐在照顾。姐姐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家人来探望都会给孩子红包、送礼物、衣服，对朋友也很慷慨。那不光姐姐是个好人，姐夫呢也是个好人。姐夫是一个公司的总裁，对员工很客气，也很好。有一次有人想伤害姐夫，竟然有员工甚至愿意为他挡刀。姐夫对姐姐的家人也很大方，照顾周到，很豪爽。那姐夫的企业做得顺利，如今基本上都是退休了。可是姐姐姐夫都是很好的人，彼此之间却整天都在吵架。有时候啊，他们吵得在客人面前都绷不住，可是吵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姐姐抱怨姐夫整天在外面打球、跳交际舞，就是不在家。姐夫说在家里待不住，喜欢人多的地方，那样热闹。那姐夫的性格外向，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姐姐性格内向，比较宅，叫她出去也不愿意。虽然嘴上说是因为照顾老人没时间，但是她自己本身应该也是不喜欢的。类似于这种矛盾持续了40年了。姐姐姐夫心中都是有彼此的。姐姐讲话呢比较刻薄，但是姐夫一般都让着姐姐。可是姐姐每次都会跟我抱怨说，姐夫就是在别人面前让着他，客人走了就不会了。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假。姐夫的社会地位更高，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是家里还是姐姐说了算。姐夫一般都不说话。他们俩没有孩子，年轻的时候想要，但是姐夫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他们尝试过试管婴儿，可是过程姐姐太痛苦了，就放弃了，最后还是没有小孩。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可能是导致他们矛盾的一个原因。作为他们的亲人，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他们。他们两个真的人都很好，对亲朋好友都好，可是彼此就是这么的不合。祈请师父指导，感恩师父。
对，他这个属相，一个属猴哈，一个属虎哈，对，这个是有点相克哈，相克的对，这个姐姐姐夫哈，对，这命相相克就正好是那个对冲的关系哈，对，所以那不太容易合，对，那么他体现在哈，感觉就是姐夫他事业还挺成功，还挺好的嘛哈。对。但是主要体现在他们很想有个孩子，又很爱孩子，但是现在也都老了哈，就是也没啥可能了，就一直没有满这个心愿。对，其实在这个命相相冲相克之间哈，我们说最严重的克呢。分2大类，那么第一不分先后吧哈，第一个可能是让这个当事人呢可能失去生命，对，这是最严重的，对。那么第二个与此类似于最严重的呢，就是不能生育，留不下子女。对，是这样。我们常说孩子也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嘛，就变成到你这儿就截止了到你整个这一个门哈，一门就截止了，从此没接班人了，所以那这算不算是因为这种相克的结果、相冲相克的关系造成的呢？这个是未知的哈。但确实他们两个的这个命相它是不合的。对，它是相冲的。是。所以相冲的严重性大家可想而知。对，像刚才咱们讲那个之前讲过那个白头盔那个故事，对，有他们两个又是相冲相克，是吧？属相不合，属相相克。对，那这一位呢？这个所谓姐姐姐夫这个呢，也是啊，他是这个猴和虎嘛，他就是直白的冲嘛，对，这种能量相冲，对，冲了呢，比如说反正就说如果你事业财富有了，对，就可能失去其他的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对，而且是他们很希望得到的东西，对，就是不圆满，生命中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并且他俩也不能见面，一见面就开始吵，对，是在外面都是好人一个，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修养的人，对，你不能说不聪明吧？是，对，所以就不能见面。一见面就打，见面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脾气了，控制不了，就给别人说话都可理性，和颜悦色。他俩一见面立刻不说人话就干起来了。师傅，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现在也都到退休年纪了哈，应该可能也60上下了，那么会不会减弱一点这个相克的这个呀？有没有这个说法？还是说不可能？哎呦，那咋办呢？他这两个，他出生的时候就决定了这两个是冲的，他不是说你年龄能量弱了呗也不行。那个就像那个星球那两个体系南北极之间那个磁场什么时候减淡过呀？哎呦，还有很多两个相克的人哈，这老头死是老太太最后给骂死的。哎呦，我的老天呐！对吧？就是看着你最后瞪了眼，蹬了腿，断了气儿，说还骂呢，说希望你的灵魂去地狱之类的，诅咒，真有这样子的，哎呦，真有这样子的。所以这一家人跟我说的时候，我听了都替他痛苦，真的，谁？他说你多大的怨恨呢？这样子，对，老太太说，我就是恨他，我这一世不恨别人，我就恨他。这也太相欠了，这辈子结婚结的，这家伙可还了债了，我天！不知道是不是还欠下去？不是被骂死也不一定还得了债啊！哎呦，但是被骂死的人可能激起更大的恨。是，我下辈子又追来，对，更可怜了。是吧？前世你骂死我，下次我骂死你。对，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呀。赶紧跟师傅学吧，我也觉得是，对，这是最好的解法。你看刚才人家那个马的两个那个的，人家师姐都幡然醒悟了，是，婚姻才挽救回来了，真是哎呀，还是得有佛菩萨的护佑才行啊。对，姐姐姐夫老两口还是希望过得太平一点呐。对。哎呀，这个姐姐姐夫虽然说你看，就是他俩又没有孩子，也没有一个第三个人帮他们。化解，调和，对，平衡，更得需要他俩了。还是来禅修吧，哈。没有孩子来禅修，走走八卦呀。老了不用人伺候。没错，八卦天天走，活到99。这是我给这姐姐姐夫出的方子。
那师傅，我们也送他一个礼物好吗？好。我再送一幅哈，之前我们直播的时候画的哈。芦苇家园，记得吧哈？芦苇家园哈。师傅小时候温暖的家。对，那次直播我大着胆子哈。对，生化哈。这个内行能笑掉大牙哈。很温暖，看着。我就反正。也是，其实是认真画了，但是我的水平就是这样的了哈。非常美。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也挺温暖的哈。对，而且有这种吉祥的祝福在里面。对，我想呢，就是说，以后我送给的人哈，或者请回家去的人呢，说希望你呢，将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幸福温馨的家。哎呀，那太好了。适合于什么呢？结婚、生子、聚财。说聚财在哪里啊？对，这芦苇荡前面啊全是水，知道吗？如果没有水，不会长芦苇。芦苇总是和水结合着长的。水为财，对不对？是流动的，是幸福快乐的哈，具有生命力的。对，这芦苇荡里头很多宝贝。所以这个幸福、富贵、快乐的家园哈。感恩师父。对，所以呢，我们送给这位叫啥？姐姐姐夫这位姐姐姐夫哈，美国的姐姐姐夫哈。好，祝他们2位老人家哈，幸福快乐长命百岁。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太好了。这回就不吵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花啊，他给我们分享的。他呢，属鼠啊，然后呢，他带来一个是属鸡的哈。这个有点相克的故事。师父好，我是太阳花，我属鼠，我的前夫属猴。我看了师父Facebook 上发表的这个相生相克表呢，我和前夫的生肖是相合的，但是我跟我的前家婆的生肖是相克的，家婆是属鸡的属鼠和属鸡的我是在2012年通过亲戚的介绍认识前夫的。我们的恋情进展很顺利，在2014年我们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呢，在我们注册结婚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我和前夫从停车位走去注册结婚的时候，有一只公鸡跑过来捉我的裙子。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鸡来捉过我。当时我并没有多想，还是开开心心的去和前夫注册了。结婚后呢，我们感情也很好。那时候在前夫眼里，我是个贤惠的妻子。前家婆那时对我也很好，她全心全意照顾一家人，每天都为一家人煮饭，还常常为我煲汤喝。她对别人也很好，她会买一些新衣服给她租客的孩子，也很爱护孩子们。在2015年，家婆得知我怀孕以后，就一直劝我生孩子以后不要喂母乳，要买配方奶粉。前夫呢也都听她的，我也准备遵从照做。但在2016年生完孩子以后呢，医生和护士都鼓励我喂母乳，并提醒我喂母乳对孩子好，也对产妇及时恢复也好。所以当我给孩子喂母乳的时候呢，家婆非常生气，责备我不听话，还责备我就喜欢看书听朋友的话。从那时开始，我跟家婆的关系就变得不和谐了，后来越来越差，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现在想想，觉得家婆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跟我闹得不和呢？难道这就是生肖相冲的影响吗？当孩子满月后，我开始变得忧郁，总是跟前夫争吵不断。后来他因为工作需要去日本出差3个月，那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的压力还要照顾孩子，情绪很崩溃，被医生诊断为产后忧郁症。我忍不住总是给前夫打电话，在电话里跟他吵，前夫看我像疯子一样吵，之后就不联系我了。从日本回来后，他就发信息说要跟我离婚。离婚后，他就再也没有理会我们母子，只会给孩子一些赡养费。在2017年，我接触了菩提禅修，参加了禅修班、八卦班，渐渐的，我走出了忧郁，人变得开朗了。在2018年9月，我参加了师父亲授的闭关班，在课程的第5天，师父说道：年轻人刚离婚的，要给你们的累世仇人点灯。
这样对他对你都会好。我听话照做，为我的累世仇人点了灯，也听了仇人变朋友的故事。这个故事跟我的情况很像。我想，我不能让前夫和前家婆变成仇人，为了孩子，我也要和他们相处融洽。听了师父讲的开示，我就主动联络了前夫。我跟他说，希望能让孩子见到他，他答应了。在2019年农历新年，我带孩子去前夫家做客了。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孩子跟前夫见面，一起吃饭。疫情期间，前夫也很照顾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买菜送给我们。到了2021年5月，我参加了师父的网络课程无尘念佛班。通过师父开示，我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不懂事，我当时也是很执着、很自己的想法，和家婆闹别扭，前夫夹在中间，感受也是很痛苦的。我就把这些话表达给了前夫，从此我跟前夫就成为了朋友。在无尘念佛班第4天课后，我主动打电话给前家婆道歉。我说，是我以前不懂得感恩，我还总是顶撞您，对不起。我和前家婆也冰释前嫌，前家婆现在也经常买一些我喜欢的蔬菜、鸡蛋、水果送给我。师父教的法真是妙不可言，改变了我，让我不再忧郁，也改变了前夫、前家婆对我的态度，来主动关心我，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和谐融洽。很感恩师父一路以来的教导与呵护，祈请师父指导弟子，在我跟前夫注册时遇到公鸡来啄我，是不是一种提示，这将是一个失败的婚姻呢？他属什么来着？他是属鼠的，属鼠的，对，他属鼠。然后她的前老公呢是属猴的，这2个属相是合的。可是他跟他的这个前家婆的属相不合，前家婆属鸡。所以那天注册结婚的时候，来了一只大公鸡来啄她的裙子。这个挺奇怪的哈，真挺奇怪的。对对，这是有什么寓意吗？老天的警示吗？这可能是这个属鸡的这个属相哈，会对他的婚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是这样的。还真是，那他当时无论如何可能也不好联想到这2个属相是克的吧？对，师父之前讲说，属鸡相见人不留啊。对呀。你看他就走了呗，还离婚了嘛？对，还离了，离婚了。对。所以幸亏后来哈，听我们学了上师父的法，学做人，学做事儿，对，完了好好去对这些他这个爱人嘛哈，的家人，对前夫和他的前夫家人哈，对，那完了之后这个关系又缓和了。现在对互相都还会互相走动，互相照顾了。对，挺好的。这个发展趋势就比较好，挺好的，挺好的，为他高兴呢。对，如果不是往死里刻的那种哈，如果我们学着做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奉献的话呢，那我相信还是这种幸福还是可以创造的。是，但是有一种你创造也改变不了，就是往土话说，就往死里刻的这个关系，太严重的伤害。对，比如说你表面上说我们很完美啊，我们说话从不吵架，而且肚子里也不窝火，就看似很幸福哈。但是这个生命中相冲相克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一个人最严重，比如说突然得癌症走了，这个不是你吵架造成的，对不对？突然心脏病发作，他可能没什么情绪，他就发病走了，那你怎么办？生命这生别离啊，这是。对，还有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中间这个克哈，毕竟不是和丈夫之间直白的克，不那么严重，还好很多。所以说和你结婚的对象的家人之间有一些克的话，这个应该很常见的事情，很常见，避免不开对，就是但这个事儿吧哈，也是事在人为，这种事它是有加减法的哈，其实你往好里做呢，这种婚姻来说，没错，就会减弱了，因为它不是绝对的相冲的关系，不是不能化解的。对，所以咱们还要学着做人才行。对，真的感恩师父，你说挽救了多少人的，挽救了多少家庭？对。
其实我最开心的是这个师姐的儿子，小小年纪，因为跟着妈妈离婚就出来了，这爸爸也不认得，奶奶也不认得，这多不好！现在都认祖归宗了，这个多好呀！孩子没有错，哎，真好哈！来，咱们也送他们一家人个礼物吧。我先送他一个大电饭煲哈！哇，有饭吃，全家幸福快乐哈！这个富贵有余哈！收到，感恩师父。还有呢，我再送他这个一小碗呢，这个你看琉璃彩色花生哈，哎呦，这是幸福，财富哦，花生哈，像咱们这个结婚的时候啊哈，很多老妈妈就会往你这个被子和枕头里头塞真的花生啊，就是男孩女孩都来生，哎，对，变着花样的生，生男生女随心所愿，还有呢。这些个彩色的琉璃花生哈，对，还促进幸福姻缘哈，太好了。所以把这个花生呢，放到你这个枕头下侧哎，对，就会希望能招来好的桃花，招来吉祥桃花哈。那么已婚的呢，这个夫妇呢，这个把这花生哈放你枕头下面的话哈，我觉得生男生女随心所欲哈，对，就有这个寓意哈。感恩师父，对，多子多福，这个送给他哈。好，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给师父带来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宇飞他的故事，他是猴和蛇他说从相知相惜到水火不容。猴和蛇就是那个又相生又相克的，对，我们看看这个他是怎么样。师父好，我今年已经80岁了，感恩师父，弟子非常喜欢师父分享属相的话题。想起我和丈夫多年以来的失败婚姻，不知道是否和我们的属相相生相克有原因呢？以下是我的故事，希望和师父分享。我自认性格非常乐观，不计较，不强求，做事果断。我的丈夫呢，比较小心眼，计较，脾气暴躁。我们2个人都曾是教师，相识于师范学院，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喜欢艺术、歌舞以及大自然。只要休假，我们都会去大自然，去海边玩耍。拍拖2年后，我们就注册结婚了。1年后，进行了传统婚礼，正式成为夫妻。我们育有5名孩子。婚姻的前一个阶段呢，我们是相敬如宾的，生活简单快乐，3个大的孩子都享受过家庭温暖。然而，自从我们从老家我的公婆那里搬离出来，后来居住到新家之后，我们的感情就开始出现了裂痕。有朋友说是我们新家的风水不好，我却不以为然。我们都喜欢音乐和歌舞。在我生了第4个儿子后，因为我有协助州政府举办的兴趣班，教小孩子唱歌跳舞。后来呢，这个歌舞团办的有声有色，接纳的学生也变得广泛了，开始接受社区里有兴趣的年轻女孩来参加。这些孩子们会到我们家中练习。过了2-3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也就是33岁、34岁的时候，我发现先生早已经和一名来学习的女生勾搭上了。早期有其他学生提醒过我，可是我却选择相信丈夫和这名女生。然而现实给了我一巴掌。当我发现先生出轨后，先生却以我不愿意再生孩子作为他出轨的借口。我就一直忍气吞声，为了孩子，我坚决不能分开。我们的婚姻出现裂痕，他开始借故找茬和我吵架，比如不是嫌弃我煮的饭菜淡，就是嫌。最后我的2儿子看不过眼，就顶撞了他，他抄起椅子就要打孩子。家里时常吵吵闹闹，他对孩子们来说不像是一个父亲，彼此间很少交流和沟通。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一个完整的家，我委曲求全，并试图以再生第5个孩子来挽救我们的婚姻。然而直到后来，小儿子的一番话，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什么是父爱，让我痛彻心扉。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多么错的决定，非常对不起我的孩子们。10多年来，
我的丈夫早出晚归，完全不负担任何家里的生活开销，孩子要去深造的学费，他也没有负担一分一毫，无情的像个陌生人。这和我早期认识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是他太会掩饰吗？还是当时的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直到1991年，那时的我47岁，因为一件小事，先生又开始打孩子，我就半夜带着我的孩子们离开了家。我是家中的小女儿，虽然在我3个月大的时候父亲意外往生，可是从小我备受妈妈和兄弟姐妹的宠爱，是我的丈夫逼迫我让自己变得独立坚强。搬离家后，我独自一人艰辛地抚养孩子长大，包括做兼职来赚取孩子的学费。而我对于丈夫的感情，从开始的惺惺相惜，演变成了非常的恨。到了2012年，丈夫那年70岁，他突然脑溢血暴毙，我和孩子才回去帮他打理身后事。虽然心中有恨，可是想到他依然是孩子们的父亲，我还是让孩子尽最后的孝道。我在2016年开始接触了菩提禅修，我参加菩提禅修的健身班，在课程的第4天，我4年的坐骨神经痛好了，抬不起来的右手可以活动自如了。70年来，我都有双腿每天抽筋的问题。自从2022年11月，我拜金菩提宗师为师后，每晚腿抽筋的问题也神奇地消失了，至今都没有再被它困扰了。还有，我40多岁的儿子患上了严重的尿失禁，需要穿纸尿裤，他也通过走八卦完全康复了。自从跟师父学习禅修以来，我和家人除了找回身体的健康，也通过师父的开示，逐渐放下了我对丈夫的恨，开始学会原谅。当我真正原谅他的那一刻，我的心也终于释怀了。现在的我无比的自在和快乐，每天精进禅修，同时在禅堂服务，帮人助人，法喜充满，真的非常感恩师父。那关于属猴和属蛇的人既相生又相克，是否像我和丈夫的婚姻一般，早期相安无事，可是走到后半段却落得水火不容，亲生父亲对于孩子也形同陌生人，祈请师父给予弟子指点和开示，感恩师父。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雨飞啊，这位师姐今年都已经80岁了，她回忆她的一生与丈夫之间的情感，从开始2个人还是很好的啊，结婚几年后就连续生孩子，生了3个孩子了，到了生完第4个孩子之后呢，她发现丈夫有出轨的行为，这个时候她肯定是心里很难过呀，可是还是为了挽回这个家庭，她又给丈夫生了第5个孩子，可是生完这个孩子也没有就是让丈夫回心转意啊。最后闹到了丈夫又打孩子又不负责任，她最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捋一下这个年龄上就是师姐33岁的时候呢，她先生出轨那这个时候师姐已经生了4个孩子了那么36岁的时候又生了第5个孩子，一直就到了47岁的时候才最后终于下决心离开了她的先生。对。那今年师姐都80岁了那她先生那个突然就是脑出血去世嘛，是70岁，就是寿命到了70岁也还是 OK 了。对，就是他们2个之间这个属相关系还是不合，他就是说既有利又有弊，对不对？矛盾，他就不如说像吃瓜百姓那样的，就是说没那么多冲突。对，其实他们之间既有利又有弊，说明就是弊大于利这种。还是这是个遗憾。对，所以这个关系大家就弄不懂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应该是就利大于弊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可能弊大于利。对，就是他们这个属相就不如找一个和他没这么利益和好与坏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普通的那样的。相克的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
所以他有利有弊的话呢，那其中弊一旦展示的时候，他就是痛苦了。对呀。那么先生一展示了对他的伤害的时候，你看，就是大家就分手了嘛。分手了，就是这样。对，所以等于是婚姻的到了半途中就分手了。是，对，40多岁。你看，就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哈。是的。另外，他生的那几个孩子哈，好像是老4、老5，都2个属虎。对，老3、老4，老3、老4都属虎。对，2个虎是吧？是。这个对他们也不利嘛。是因为这个蛇和猴再加上虎，这3者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关系，就相形的关系。那大家看看他们，刚才讲过的哈，对，你看看那个相生相克的那个表上，还能找得到吗？哈，对，能找得到。这个虎、蛇、猴都是相冲的。蛇、猴，是相克的关系。对，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哈，这是相克的关系。那所以的话呢，等他这个2个孩子，这2个孩子，老3、老4的孩子生完了，对，就他们的关系就完了。对，等于加重了他们之间的这种相克的关系，是彼此伤害的关系就必然形成了。显示出来，这2个孩子一出来，老公就走。对，显示出来了哈。他还真是说，生完第3个孩子，好像就是2个人从搬了个家，然后就开始对，就不好了，就开始不好了。对，就第3者出来了啊，对不对？老4一出来，就老公跑了。对，是这样。所以这2只虎的力量哈，从属相上来说的话，他那个和他们之间这个相克的关系增强了。增强了。对。因为咱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属相的命相嘛，哈，是，只能先看这个关系，再说他们这个细节发生了什么，那师姐介绍的非常详细哈，对，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哈，现在图上画的那样子哈，是，这2个虎，一个猴一个蛇，最后呢，丈夫跑了，是，所以这个2个孩子加上这个猴哈，加上猴妈。把这个属蛇的丈夫急跑了，克跑了。对，虽然发生的事情是丈夫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但是可能还是能量的这种相冲，还是。但是从命相学来说，不讲谁对不起谁是你有没有这个命彼此之间对不起的多了，但是很多没分手啊。对，最后他保持一个完善的家庭，对不对？是，他就是直白的分了呀，对不对？就变成一个破碎的家庭。对，师姐的这个心理是很受伤害的，是。但是其实呢，师姐呢还是有福的，已经80高龄了，你看长得细皮嫩肉的。你说的有福，我再说另外一个有福，这种叫做生离。生活生生的生离开的离，这叫生离。还有一种叫死离。死离就有一个人死了呗，你成寡妇了呀，直接克死了。就那个，比如说这老公死了，直接死在你们的婚姻之中，那就叫死离，对不对？这女的成寡妇啊，那这样的叫活离。这个女的，这个男的叫人勾跑了，就是活离。那至少2个人还活着嘛。但2个那这2个离，你选一个哪个更好一点？那还是选生离吧，是不是？大家没这么大仇恨，你不至于让他死嘛。对所以的话就是说生离是好过于死离。但是死离不一定谁死，对吧？他们克的时候如果死离不知道谁克死谁啊，所以是2个人都是危险的。是这个问题。对，生离至少2人都活着。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最重要。对。好的，师姐，师傅呢，咱们也送给这师姐一个礼物吧。好的。我觉得师姐还是挺好的，幸福晚年挺好的。住在马来西亚哈，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师姐降火哈。好。对，我再送她一串珠子哈。好的。来，白色的也是降火的。哎呀，这个是砗磲念珠哈。是。少说话，多念佛，积德行善，储存能量，好吧？好，收到。对，祝师姐呢长命百岁，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刚才讲他这个师姐例子的时候，就是说2个人要相克哈，不知道谁克到谁，对，谁是受害者，对啊。那这个2个这个相克的关系。那什么决定了这个谁是受害者呢？有没有一个规律啊？
谁更弱还是谁怎么谁那一年倒霉？我觉得呢，如果从更深入的命相学里头哈，去找能找出来。但是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了，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之间，再配上他的子女，对，配上他子女的这个助力，对，比如多生了这几个属相的孩子哈，他就到底是对男的产生了助力呢，还对女的产生了助力？这个就不一定了。对对对。所以那个叫细推算才可以，就有点像做数学题一样，就做上1-2个小时才能找出这个答案，就看是先把谁给克跑，或者把谁给克死，所以从表面上来说的话，还分不出来。对，好的，对，但我们师父也讲了，就这种相冲相克，它也是严重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对，就刚才讲的嘛，生离好过死离死别。对，生离的话，你还可以东山再起，对不对？就是，还有更合适的等着你呢，万一是不是？虽然咱不倡导离婚哈，但是如果你死离的话，就不如生离，没希望了呀，对吧？你可以再找一个幸福，是吧？是，重组个家庭也挺好的，也是，至少是条出路。确实是，程度不一样。对，那这2个属相相克哈，如果引入第三方哈，有可能加剧他们的这种冲克的这个关系，对，也有可能缓解，是吧，师父？没错。就看形成一个什么变局了哈。对呀，你看那个三合的那个，对吧？对。比如说他这2个克吧哈，他刚才这个师姐师兄属啥来着？属猴和蛇。猴和蛇哈，你看这个像三合的哈，比如说从属猴吧，对，如果有个属龙一个属鼠，这配在一起的话呢，它就能合了，是吧？对，那它没有直白的合的话呢，至少要增加一个吃瓜群众那种哈，对，中和一下，可能会平衡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对，减缓伤害程度，使它之间的冲突感就减淡了，简单最多就吵个架而已，对。所以有很多这个3个属相到4个属相碰到一起的时候，有的是加剧矛盾，对，它生2虎就会加剧，对，如果不是生2虎的话呢，就有可能会缓解这个矛盾。是，对，刚才说那个2虎，刚才还说到有2龙嘛，说一床不能睡俩龙嘛，哈，这个如果说给他生的孩子，如果是对这个龙好的，会不会改变这种家庭局面呀？当然了。如果在这个命相属相上来说哈，如果是对他们是有利的，比如说是3合、6合之类的哈，这样合作关系的话呢，对，就使他们的矛盾就会减淡。对，比如说2个属龙的，然后再生一个属鸡的孩子，对，龙和鸡是配的。对，如果龙和鸡是配，还不够，还说这个鸡的能量在8字之中哈要很强，要很强，就是能够促使他们的矛盾呢就缓解了。它分哪一种强？有一种呢叫冲突性强。冲突性强的话呢，但是属性又相合，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能对于婚姻是有利，可能对他们的父母健康没有利。就转移方向了。因为他们2个的冲突，对，冲突到就是让你病倒，你也不会离婚了吧？让你病倒，你也找不了小三儿了吧？它可能是出现这样的一种命运的转向。对。但是还是有伤害。对，所以会转移。它这个能量场是个宇宙之间排列星象的，总归是存在的。对，它宇宙时空这2个就是对立的。对，就像我刚才问师傅那个问题，即使到了老年了，身体都弱了，但是这个相冲的能量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冲能量严重到哈，比如说你这个命中，你这个比如说这一年，你们2个属相不能生孩子，这孩子一降生，可能老爸就死。哎呀，有些前后不差2天，就是这样，就是有那样的最晚就在当年，就是这样，冲的厉害的就这么冲的厉害的，怀孕的时候那爸爸就死了，都有遗父子嘛，对，是这样，是冲的厉害的，是。那我们想研究更深的话呢，有很多方法哈，那么其中还有命相学，就是在表面你的长相。外在的，对吧？比如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离婚，或者是会不会
就是先生去世的话，他脸上有很多是带相的。等你看多了就懂得了说，这样的比较容易克夫，是吧？就他是有一些这个现象能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看多就知道了。那师傅，那男人那个脸上也有克妻的，有这个说法？也有一样。也有。男女都有，就是彼此克哈，夫妻之间彼此克，还有克子的。克子的，男的也克子，女的也克子。对，还克老板的呀。克了反骨。反骨啊，他自己爆炸，另立山头啊，是吧？我们讲过，之前在西藏，你说有一个卖什么电器店，是吧？对。他那几个亲戚，他那个几个亲戚，等5、6年以后呢，就有5、6个店都在他对门，都是他邻居，全是他亲戚，相冲的，而相互不说话。就是这样。对。那还有孩子克父母的。都有这个有克，这个命相之间的克哈，和你这个年龄没有关系，就和你这个命相有关系。了解。对，命相再加面相，就更有关系了。说命相相克，面相再克，那就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对，师傅，咱们听了这么多的故事，讲了这么多的知识哈，还有我们网友那个问题老多了，是我们家谁跟谁相克呀？谁跟谁怎么办呢？师傅已经这样了，咋整啊？求化解呀？对，那师傅，咱们讲讲这个化解大法。好吧。就如果已经相冲关系都定成了，那咋办呢？已经是一家人了，孩子也生出来了。哎呀，这个挺难讲的哈。这个化解的方法，不同门派有很多种化解的方法。那么第一个最笨的化解方法呢，你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是。不管是兄弟姐妹还是夫妻俩哈，尽量分房睡。首先分房睡。先分床后分房。这个儿女长大早离家。就是赶快走。对。你比如说，你是有龙虎的，对，还有虎的，对龙的，对，这是吧？在一起，对，这个大属相的哈，这2个不能在一个屋吧？哈，是。那等他1到18岁，赶快去找个理由去上大学啊，外面找对象、找工作，就别回来了，另立山头也是比较好。他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哈，磕绊绊就过去了，父母必须要抚养。对。但是一长大，过了17岁之后。他们的克相就出来了。彼此，比如说兄弟龙虎虎等等的龙就开始打起来了。是。所以你像克的时候，他到了懂事的时候，真就开始克了。对。他出手就害了他。他有时候不是故意，他干了一件事就把他给弄坏了或者弄死了之类的。对，那像兄弟之间要相克，兄弟姐妹之间相克的，到时候也别一块儿做生意，也别一块儿创业，别合伙了，别合伙。既要分屋睡，哪能合伙做生意啊？钱包也得分开了，分开，肯定的，减少冲突吧。这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好的，越分不清楚，你们彼此之间冲击就越大。对，对，越亲越打了。就是这种呢，如果是夫妻，你也不懂嘛，反正就结了婚了，对呀，是吧？其实甚至都有孩子了，能个屋啥的，分房睡呗，也还比较好哈。彼此是少了一份爱但是少了一份伤害。其实还净有那个老夫妻哈，到老年的时候就这个妈呢跟着这个孩子，爸跟那个孩子，也净有这样，对，也有这样子的，是，这也是一个办法，对，这也是个办法。好了，第一大点是分开，分开哈，另立山头。那么在过去呢哈，就第二种呢，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在学法的时候啊，就曾经发生过几次，不是特别多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那个信仰的部分还没有放开，对，大家来信的是家里有老人传下来才懂得信，就找师傅来化解他这个就是有这个孩子，比如说都养不活。一报生辰八字，师傅一算这个不对呀，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孩子哈。和父母之间相冲，很严重。相冲的话呢，可是小孩刚生不久，对，所以他的身体很弱，冲不过父母。但父母也不知道说，谁知道今年就生了他这个宝宝，可是和我们是冲，他冲不过我们呢，我们俩一块冲他。对，这小孩接下来呢，就是医生说没有办法，你的孩子没救了。没救了之后，的当地有一种习惯，就让他把孩子献给佛。献给佛，献给佛就不归他们家了。对，那我师父呢是佛学大师，
就来皈依师傅。他们当地的做法呢，找师傅让他当干儿子。师傅就拒绝，你可以作为弟子，不能成为儿子。你说我是出家人，我不能生孩子，你说你是我儿子算啥呀？对呀，甚至叫人误会，是吧？所以你可以作为弟子，为了救你的命，我乐意收你为弟子。但是像这种呢，说为了救你的命，你的命相的原因的话，哈，你要正式的、非常重要的剃度皈依。皈依要剃度，行拜师礼。对，有法名。那你一年至少有1个月住在庙里来修行，要这样子。对，那是父母都养不活他了，眼看一孩子要死了，就这么做呀。所以我就碰了5、6个这样的孩子。一般这是男孩哈，女孩不可能放到庙里来，就是说让师傅给摸个顶加持哈，给他消灾，把他生辰八字拿下来，师傅给他。其实不是叫做法了，给他以最好的祝福，护佑啊，给他念经，给他护佑他哈。但是男孩呢，就是要皈依佛，出家啊，皈依佛祖。那完了之后呢，他至少要有就是皈依的仪式。对，就像佛的儿子一般啊，可以这么理解哈。那以后呢，你的一生要献给佛。那你就是读书期间，你每一年至少要有1个月。到师傅这儿来工作，来干活，来修行，才能帮你消灾。而且就是这样，你年龄小的时候，父母亲还要供养师傅，供养师傅。那时候师傅都给他开出粮食，你要供多少斤？1年108斤粮食，少1斤都不行，是给你的消灾。师傅不缺那个粮食，对，要靠是这样子的哈。对，那这个孩子将来自己如果保住命了，能挣钱。你还要去来孝敬师傅，对，你是在保命，是在帮你的做功德的，就是，所以呢要皈依佛，皈依菩萨，或者有好的师傅去做皈依，来化解这个相冲相克的，就是比较强烈相冲相克的这个关系。好的，这是第2条了。对，化解法。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夫妻间相冲相克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你们2口子来进行皈依，完了之后做大的供养，完了之后呢，每一年至少要有1个月。如果你比如说退休没事干了，你1年至少有3个月要在庙里头为大家服务，对，还要任劳任怨，得好好做。你不好好做，你发一次火，这个相克能量就会找你，你就可能今天下午崴脚，后天闪了腰那大后天不知闪什么东西对，就是这样子，非常灵验，对，就是皈依佛来改命，对，还真是，对，那我也接触我们这个道教的师傅呢，他也用那种就是完全像立了你一个灵牌，之后再做法。道分若干个派哈，我所知道至少30多个门派，有的门派是帮你一起杀鸡杀生，在这个你的牌位上做了法之后，到哪里埋起来哈，就等于说破你这个冲克的灾，就先出血了，已经为你杀生了，这个杀生替你而死，那你呢？要付给师傅多少钱，做多少供养之类的。那我们不倡导杀生，说为了救我杀别的吗？我们不允许。所以佛门不这么做。佛门呢就说你在这好好工作，好好服务，好吧？好好学习佛法，为众生服务，就能消你这个灾。就是这样子。做功德。对，那还有一些民间的法术哈，同为巫术的东西，那我就不提了哈。那有些特别的不好。对，也把这个东西转嫁到羊身上去，就不提了，把羊放走了，不知道干嘛了。也有的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黑狗的，也有把这个放在一个白公鸡上面去，怎么样的？他将这个祸事转嫁给其他的生物，这我也见过。是那我们不倡导哈，我也不会那么做。但是呢，我想呢，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护佑。对。还有呢，你在身上带一些护佑的这个东西，从你居住的地方，还有你的身上，带一些这些重要的加持过的这些宝物哈，来减少这个宇宙这个大能量对你的冲击。我知道我们加持要不是借佛力的话，也没法去抗拒它。对，
这么大一个宇宙能量的冲击哈，是不容易的。对，但是我们的法物加持在哪里呢？有信心呢，是佛在后头，对，给我们当靠山。所以呢，以佛之名做了加持哈，就对你消你这个冲克之灾哈，还是起到相当的作用的。对，哎。那家里有冲克关系的，在家里一定要供佛，对啊，还要供佛、念佛、点灯，对，还有佛菩萨像，对啊，你比如说我跟前莲花生大师像，啊，是吧？大黑天像，这种愤怒金刚像啊，效果也非常好。对，还有带这个圆形的佛珠，中间一条线，药师珠，药师珠，线珠啊。当这个能量冲过来之后呢，中间那个圆圈变成什么？就像那个磨盘自动转一样。它一转就化解了。啊，就像武功之中哈，敌人一枪打过来，哎，我稍微一侧身一旋转，哎，就划过去了，我没有受伤。就这个意思。对，因为地球和宇宙之间一直在轮回旋转，都在动着，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你看每天月亮、太阳、星辰没有停止过转动。所以呢，用这个轮转的方法就比较好。所以像咱们这个，刚才给大家奖励的那个，车磲车磲珠、药师珠，中间有一条黑线、白线、黄线、金线啊，像这样的旋转的这个线珠，还有玛瑙中间有颗线的线珠，像这类珠子，去减少这种冲克的感觉哈，也是特别的有用、有价值。啊，还有长得像个眼珠子的这个哈，这就是玛瑙天眼珠，这是天然的、天生的啊，它也帮着来化解这样的一个冲的能量。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带佛牌，就是玉的佛牌，比如说佛像上带佛字、吉祥语、咒语啊、菩萨像啊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宝玉是护人的，护主人。你应该听说过哈，有些老人家带着玉牌或者玉镯哈，吧唧一下摔倒了，70多岁高龄，一般骨头摔碎了，结果镯子或者玉牌摔坏了，人就没受损伤。是的，好多是什么呢？故事。这个宝玉通灵哈，每一颗好的精美的宝玉哈，都是这几十亿年天地创造的这个宝物哈。它是通灵的，就谁供它，谁喜欢它，啊，它就护着谁，如果带是有佛菩萨像呢，就更好，这个美玉就通神了，也能帮你来化解。那也有人说我这个摔坏怎么办？再去请新的，坏了就扔掉，它已经帮你顶了你的血光之灾了呀。因为我们最怕的是那个血光之灾，血光之灾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心肌梗塞，是不是啊？还有癌症，这都是血光之灾啊。还有交通事故，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美玉啊，雕的佛牌、菩萨像，最少也是美玉雕刻的佛珠啊。一颗108颗念珠，如挂在脖子上啊，那是最好的了啊。观音菩萨的白玉牌。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对，这个会能给大家带来相当的护佑。对。感恩师父。对，那你呢？就是到了这样与你相冲相克的年的时候哈，更要带。像咱们这个辟邪的香啊，你请到家，经常你的家和你开的车、坐的车熏一熏给他。对，净化。对，我们现在的藏香粉，不同品种的哈，对，给净化一下你的所用的交通工具和房子。对，让你家里头不出邪事，不出横事。是。还有我们一贯都有的那些禅香啊，沉香和檀香的禅香，也是特别的好。你住旅馆，自家也好，住旅馆也好，或者你公司如果能够点香的话，点上咱们这个纯正的香哈，纯正的檀香，沉香，对，这些呢都是非常的辟邪的。是，对，
你这个有这种吉祥的能量来护着你的话，这个我相信会起作用，就转换了这种相冲相克的磁场。没错，感恩师父教导，我相信会很起作用。对，所以我们网友们都在竖着耳朵听哈，都听这些化解之法，是家家都会，人口多嘛，就会形成这些冲克的关系。对，那还有呢，如果你能得到哈，真正一位有修为的大师傅哈，给你加持，我说是佛也好，道也好哈，真正有修为的大师傅哈，给你得到一种灌顶加持的话，我觉得哈，那就行了。最少保你3年没事吧，这是肯定的。这不光是我啊，很多师傅都是很有修养的。是，对，所以还是要常来跟师傅学习哈。对，常来禅堂做义工。对，通过学习也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我们听的前面那些故事里都是这样的。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那刚才我们也看到图片上很多师傅讲的这些化解的法物哈，也非常感恩师傅慈悲加持了这些法物啊，就是我们所有都可以到慈悲音上去请购哈，就是有需要的网友们，我给大家加点油哈，有很多的法物，因为我们请到哈。都是数量非常有限。对，是这样。你像那个今天放琉璃元宝，一上去1个小时就没了。是。因为一共20件，这可就没了。也有很多东西啊，我们拿到也不容易。我们自己经常抢不到，是吧？对，每一样都是宝贝。所以内部工作人员都没有抢到。是这样。是这样的哈。对，你现在大家看的那个聚财啊。巨幅的大宝瓶啊，没几个了，我们都懒得出它哈，慢慢放着就成文物了哈。对，这个特别经典，这一些非常经典。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好的，感恩师父的讲解，哎呀，特别的生动，特别有帮助啊。好，对，那我们这个下期直播的时间师父跟网友们通知一下，就是下期直播时间是在1月1号哈，我们平日里直播都是周日，1月1号这是明年了。对，2024年，对，是下周的周一哈，周一同样的我们平日直播时间晚上7点台北时间，北美温哥华时间呢凌晨3点哈，我们在2024年1月1号和大家再次相见。太好了哈。好，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哈。如果是礼拜天的话，就是变成是12月31号。对。那我们这跨一天的话，跨年，就是新年到来哈，就变成2024年1月1号。所以就是下个礼拜一哈。对，是个周一。对，1月1号，我们一起庆新年哈。好。内容非常精彩哈。那还有抽奖哈。对了。对呀，你一定要来啊，非常非常精彩。大抽奖哦！师傅给准备了好多精美的礼品哦。和师傅一起过新年，多吉祥啊！对，这是最吉祥的了。对，那这个你的属相相关的一些你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呢，你可以写信给我，好吧？写信的话，你要报上你的生辰啊、时辰哈，你们家人的属相，对年龄、性别。还有最好能提供照片，对，近期的照片，正面、侧面都有哈，这样我可能跟你说的更仔细一些哈。是，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哈。祝大家万事如意，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快乐，收到。我们1月1号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
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修行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